学习法。上集影片我用科学的方法告诉你如何让学习发挥最大成果的基本原理，也让你了解什么是输入和输出以及行动之间的运作原理。这集要告诉你如何实做。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开始行动。一旦你动起来，即使只有5分钟的时间，也可以启动你的动力开关。很多人常常遇到无法顺利进入工作或是学习的状态的情况，但其实呢，开始一项任务或者是学习新的知识，通常都会遇到起步很困难。不过，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许多。以科学的角度来解析，精神科医师克雷佩林他就提出了克雷佩林心理测试。他观察到，一旦开始做事之后，人们的情绪就会逐渐变得很兴奋，而你的动力也会随之而来，源源不绝。而这样的情况呢，直到最近，脑科学才解开了所谓的劳动兴奋的运作的谜底。研究发现说，在大脑里面的伏隔核，它是关键部位，它位在大脑的中央，形状小小的，就像苹果的核心一样。而当这个伏隔核的神经细胞开始活跃的时候，它会向海马回和前额叶皮质发送讯息，引发动力，进而激发你大脑的兴奋状态。不过要注意的是，伏隔核的神经细胞它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刺激才会启动，而这种刺激呢，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伏隔核就像是大脑的动力开关，透过先开始做了再说的方法，你可以启动这个开关。而一旦你的伏隔核开始活跃之后，真正的动力就会产生出来。如果你想要提升工作或者是学习的干劲，唯一的方法没有捷径，就是先开始做了再说，并从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只要你努力5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迅速的进入状态。时间管理就是第2个重点，我们应该要善用闲置的时间，就算每天你只花15分钟，也可以有很显著的进步。像很多上班族都说，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了哦，晚上回到家，其实时间可能已经很晚了，而且你还要处理家务或者是照顾小孩等等的。对于可以找出一段完整的 me time 来说，好像有一点点困难。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很多人就放弃了学习或者是个人的投资。的确，我觉得要在下班之后运用这些时间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花一些心思，也要有高度的自律。像我自己呢，常常累了一整天，下班之后呢，心里虽然想要做一点事情啦，但是呢，会觉得好提不起劲哦，很想要赶快的好好吃顿晚餐，然后就躺在床上滑手机。不过呢，如果我们把投入的时间只要抓在15分钟的话，你想想是不是好像做得到？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设定在15分钟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当你被问到你认为15分钟的学习和60分钟的学习哪一个比较好的时候，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会说60分钟比较好。那换句话说呢，人们往往会觉得说，时间越长，学习和工作的效果就会越好。不过呢，其实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重要的不是学习的长度，而是在你学习的专注力。与其你在漫不经心的度过60分钟，不如你专心投入15分钟，这样子的学习和工作的效果绝对会更好。重点在于确定一个时间的限制，专注力就会提升。所以并非一定要局限在15分钟之内，只要你确定好时间的限制再开始做，这样你的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就会大幅提升。也建议大家你可以使用闹钟或者是计时器，这样可以更有助于你保持专注力。好，举例来说，告诉自己我要在15分钟内完成阅读心得，然后你就非常专心的投入15分钟的时间进行输出。即使你非常忙碌，我想15分钟你一定找得出来。所以就让我们从每天的15分钟投入开始吧。闲置时间指的就是搭车或者是等车的时间，午休剩余的时间、等待的时间等等等的。特别是在通勤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搭捷运或者是你开车的时间，它是最方便而且可以完整利用的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像是阅读书籍或者如果你是在开车，你也可以用听的方式聆听教育性的 podcast。或者是观看教育性的影片等等的进行自我反思。那这些活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技能，还有思考自己的成长方向。如果你是搭捷运的话，你可以运用时间撰写读书心得、整理学习笔记，或者是思考问题，并且写下自己的想法。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巩固你所学习到的东西，还可以提高思考和表达能力。
所以要善用闲置的时间，我们可以事先计划好自己的学习或者自我投资的目标，并且将相关的学习资料准备好，比如说像是书籍啊、笔记本啊，或者是电子设备。这样一来，当我们有闲暇的时间，就可以立刻开始进行学习或思考。接下来一点就是将手机视为有效的输出工具，并且善用其中的潜力。现代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手上没有智慧型手机了，大家都把手机当作是一种娱乐工具，用来浏览社交媒体上亲朋好友的动态啊，或者只是很无聊的刷手机杀时间。然而呢，这样的使用方法往往是最大的时间浪费。手机的最佳用途应该是作为输出的工具。手机它具有方便的打字功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文字输出，甚至也可以用语音输出。不管你是想要写阅读心得，还是分享你看了一部电影的心得，或是思考的学习发现，只需要简单的3行3个重点，5分钟内就能完成，并且掌握手机的使用技巧，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输出。很多人最终没有办法完成目标，就是因为认为输出需要有完整的30分钟，甚至是要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你自然而然觉得你没有办法做到。不过事实上呢，一开始只需要5分钟就足够了。如果可以的话，就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目前的状况是你每个月可以念3本书，但是你没有办法完成任何1本的输出，我会建议你把你自己调整为每个月只需要读1本书，但是你必须确实完成1本书的输出。对于以输出为主的学习者而言，减少输入量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点困惑，但是其实呢，不管你输入的再多，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这个步骤，你很快就会忘记你所学的。换句话说，如果说没有输出的话，其实输入就没有意义。举例来说，如果你每个月读3本书，但却没有任何的输出，跟你每个月只读1本书，但你完成了输出相比的话，后者它一定能够带来更多的成长，而且它花费的时间甚至可以更短。假设你读1本书需要2个小时，那你少读1本就能节省2个小时，也就拥有了2个小时的输出时间。这已经非常足够将已经阅读过的书籍充分的输出。另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输出的量，而不是输入的量。换句话说，当1本书阅读完毕之后，我们应该要确实的进行相对应的输出。而在输出完成之前呢，不应该急于开始阅读下一本书。当你开始习惯这个模式之后，我会建议你把目标设定在每个月阅读3本书，并且输出3本书。或许有人会觉得说，每个月只读3本书好像有点太少了。不过实际上呢，上班族1个月能够阅读完3本书的人，我想恐怕是非常非常少的。只要你能够持续执行每个月阅读3本书，并且确实的输出3本书的计划，而且只要坚持1年，你的能力一定能够超越大多数的人。掌握了3个要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提升输出力的4个日常就能做的训练。第一个是写日记，写日记是一种最简单、效果最好的输出训练方式。透过写日记，我们还可以获得以下5个好处。第一个是提升输出和写作能力。只要你每天写日记，养成了持续输出的习惯，也让我们的写作能力可以开始逐步的提升。那虽然一开始你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但是随着练习，我们的写作速度就会一天一天的增加。写日记可以提升我们的自我洞察力，而且可以客观的了解自己的个性，还有思考上的缺点和弱点。写日记还能让你发现快乐的能力提升。你日记的内容通常都是着重在正面的和开心的事情，所以透过每天的回忆这些正面和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正向思考，也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快乐。那发现快乐呢，也是持续成长的必要条件。接下来一点是排解压力。写日记可以把一天当中的事情写成文章，它不仅是一种表现，它也是一种释放内心情绪的方式。写日记可以获得排解压力的效果即使你没有人可以说话，不和他人倾诉，只要你把情绪或者你的想法写在纸上或日记当中，其实你的压力在无形之间就能减少。下一项是增加幸福感。一项心理研究发现，写日记并且将内容限制在正面和开心的事情上，就可以提高你的幸福度，还有对生活的满意度。甚至将这些内容如果分享给别人，幸福度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每天花10分钟来写日记，就能大幅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当然，写日记的具体方式是写下正面的内容。我会建议你一天当中挑3个正面、开心或者是快乐的事情来写。那你一开始可以用条列式的方法来写3行内容，然后呢，再逐步的增加描述跟行数，进一步来提升你的写作水平。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求你写作的质量和数量，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每天不间断持续的写。除了以上的建议，还可以事先设定一个时间限制，而不是拖延写作的时间。你可以把它设定成5分钟或者是10分钟。如果是条列式的3行内容的话，大概用5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那么就算你想要写长篇的写作，10分钟其实也能写出很多字。透过持续写作日记，我们就能够培养良好的习惯和提升自我。不管是对自己的了解，还是对于情绪的排解和快乐感的增加，写日记都能够有巨大的帮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每天规划5分钟写3行日记，相信对于自我提升还有幸福感都能够有明显的感受。下一个是记录健康状况，建议你可以每天记录你的体重、你的状态，包含了像是今天精神好不好、疲不疲劳，还有你的睡眠时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培养一个输出的习惯。那么我们以睡眠时间来说，睡眠时间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那如果说睡眠的时间太短，不足6小时，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注意力下降，你的工作执行力也会变得比较差，甚至还有可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不过其实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大不相同的。那么为了良好的睡眠管理，我们应该要每天记录自己的睡眠时间，尽可能的让你的身体有得到充分的休息。现在手机里面都有很多睡眠啊，或者是体重记录的 App。那除了记录下数字之外呢，也可以写一些备注自己当天的精神状况啊、身体状况，也可以从中培养记录的习惯。下一个是写读后感想。读后感想不一定是要一整本书，它可以是一场电影、一个时事、一个新闻、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在你看完之后，你一定要花时间写下你的感想。好，那么写感想呢，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的模板。假设说你今天看了一篇文章，你先写下读书之前的自己，也就是你的 before。例如说你原本有什么样的疑惑，你有什么样的困扰，然后在后半段针对自己看完文章之后的自己，也就是 after 进行描述。例如原本的问题，通过这篇文章获得什么样的解决方法。After 又可以细分为你的发现，还有你的目标 to do。因为想要获取学习，还有促使个人成长，必须要有发现和 to do 才是进步的关键。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原本有睡眠的困扰，然后你难以入眠，这是你的 before。后来你看了一篇文章，它指出睡前如果使用3C 产品，强烈的蓝光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活跃，就让你的大脑没有办法进入睡眠状况，导致你的生理时钟混乱，也使得脑下垂体的功能受损，夜晚多尿的问题就会出现。好，于是你有了发现，而你的 to do 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入睡前的1个小时，就避免使用手机影响你的睡眠品质。下一项是撰写部落格文章。如果你不排斥公开自己的输出内容的话，很建议你可以考虑经营部落格。如果经营有成的话，甚至可以成为你斜杠的收入来源。不少上班族都有想要经营部落格的想法，不过大家最困扰的是不知道该写些什么。那我会建议你先从你擅长而且有兴趣的主题开始，不管是电影、电视、动漫、戏剧、演奏会，或者是棒球、足球等等的运动，或甚至你是一个吃货，你喜欢小吃、美食、电玩、手机应用程式等等的，只要你能够详细的描述你对于自己的兴趣的了解，或者你能够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它就能够成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虽然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自己比起他人好像懂得不是太多。不过其实呢，就算你不是专家级的程度，只要你的水准是高于平均值的，你就能够写出非常吸引人的文章。当然，写部落格最重要的还是快乐跟持之以恒。所以选择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来撰写，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可以让你保持持续稳定输出的方式。那么就算是没有很高的流量，或者没有引起广大的回响，你也不会感到太挫折。毕竟你就是在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你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写部落格对于培养输出的习惯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加速10倍学习力的实作方法。看完之后，就从今天开始练习看看吧。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你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想看什么样的主题，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次见喽。